今天我们来聊人类秘密前往外星球的泽塔行动。上期我们说到，美国1947年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后，美军秘密回收了飞碟和外星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还发生了哪些神奇的事情。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拥有前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双重身份的高级军官詹姆斯·科索继续翻看着罗斯威尔事件的机密档案，发现当年罗斯威尔飞碟坠毁现场，当时有一个外星人被发现还活着。那名幸存的外星人最后被转移到沃尔德里德陆军医院，接受美军的抢救治疗，并存活了下来。在接下去时间里，美军将他保护起来，给他最好的照顾，并给他取名为外星生物实体1号 EB1。美军多次尝试和 EB1 进行沟通，军方找来了5名不同的人士，第1名是女性，但发现无法沟通。后来又尝试了谈判专家、心理学家、政府高层，但都无果。最后一位是情报学专家，精通读心术和冥想，才和这名 EB1 沟通成功。他们发现，只有 EB1 想和某个人交流时，那个人的脑海中才能获得这些信息。美军和 EB1 初步沟通，得到的信息如下：EB1 是来自于距离地球39光年外的王古座泽塔双星系，他们不是唯一到访地球的地外生命，也不干涉地球上人类的任何行为。身体康复后的 EB1 还向科研人员详细的解释了飞碟的构造以及动力系统。随后研究人员让 EB1 通过飞碟的通讯系统向自己的星球发送信号，信息包括他们的飞碟坠毁被人类善待，其他灰人已全部死亡，请求救援，以及人类希望与他们星球建立联系。直到1952年夏天 EB1 死亡，总共发送了6条信息。在他死后半年后的1952年的12月，美国军方首次收到来自泽塔星球的回复。经过长时间的多次沟通，美军最终和外星人达成协议，外星人将在2年后的1965年7月派遣外交人员来到地球进行交流。为了不引起大众的注意，飞船会停在偏僻的51区空军基地。泽塔人要求将罗斯威尔事件中遇难的外星人的遗体全部带走，并且会留下1名泽塔科研人员来协调整个行动的开展。到时他们将会带走12个地球人前往泽塔星球，进行为期10年的友好访问交流活动。为此，美军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虑后，决定由职业的军人来执行这项任务。这些人必须是单身且没有孩子，如果是孤儿更合适，毕竟这很有可能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机票，牵挂越少的人越适合这项行动。然后还要具备多种特殊的技能，以应对各种的突发事件。经历长达6个月的高强度训练，其中包括心理、体能和生存技能的训练后，最终有12名军人通过测试，包括1名领队的空军上校、1名语言学家、1名物理学家、2名生物学家、2名飞行员、2名海军陆战队员和3名医生。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机密的行动，所以这12个人的所有身份识别记录都被清除，包括社保记录、税收记录，还有医疗保险和兵役证明等等，他们全部被列为了战场失踪人员。1964年4月24日的下午，泽塔星球的2艘飞船穿过大气层，如约而至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霍罗曼空军基地。飞碟的外形为圆形，直径为50英尺，每架飞碟中有3具人形生物，身高只有3英尺，他们都身穿精细金属质地的衣服。这些外星球来的外交官受到了16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接待。12名待命的美国军人最终登上了飞船，与他们一同登上飞船的还有40吨重的食物及物资，以备他们在泽塔星系生活10年，这样才有充足的时间去更好地了解泽塔星系的科技、生态、环境和外星人等等。而作为泽塔计划的一部分，1名泽塔人则留在了地球，并且罗斯威尔事件中遇难的外星人遗体全部被带走。作为回报，泽塔人赠送给美方一份记载着地球完整历史的黄皮书。神奇的是，黄皮书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块类似水晶的透明物体。据说这个物体21英寸厚，只要是注视着这个物体的表面，里面就会给你显示你想知道的文字资料和图片，类似于全息投影。里面还完整的记载了地球的起源以及宇宙的奥秘。在星际旅途中，飞船上的泽塔星人限制12名太空人使用影像设备，但是他们可以进行书面的记录，也可以在飞船内自由的活动。起初因为飞船移动太快，这12名太空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目眩，甚至遭受着头痛的折磨。不过在整个旅途中，他们并没有处于失重的状态，也就是说泽塔人的科技可以模拟出重力环境。最后飞船经过9个月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抵达泽塔星球。泽塔星系距离地球39光年，按照光的速度去行驶，需要39年才能到达。可是泽塔星人的飞船仅9个月就能到达目的地，
由此可见，泽塔人的技术水平远远在现阶段的人类之上。当飞船的舱门打开的时候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12名太空人看到泽塔星球的地貌就如同沙漠一般，同新墨西哥州的51区有几分的相似。远处有起伏的山峦，但是除了尘土，看不到有什么别的东西。当太空人走出舱门后，看到清晰的蓝色天空中竟然挂着2个太阳，其中一个太阳要比另外一个明亮。当太空人走下飞船后，发现很多泽塔人正在注视着他们。不久后，太空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泽塔人迎面走过来，他比任何泽塔人都要庞大，感觉他是他们的领袖。这个泽塔人领袖说：“欢迎来到泽塔星球。”在简单的欢迎仪式后，12名太空人就被泽塔人安顿好住处。12名太空人花了几个月才逐渐适应泽塔星球上的生活。但是2个发光的太阳是最严重的问题，辐射强烈，地面温度一度达到107摄氏度，太阳光线的强度实在太大，甚至阳光照在身上会产生刺痛感。在没有墨镜的情况下，太空人的眼睛都快受不了了。尽管太空人住在地下设施中，但是依然感觉到炎热难耐。最终他们被迁移到了相对凉爽的泽塔星球北半球。太空人在泽塔星球克服各种困难，展开科学研究，努力地收集着土壤和植物样本。他们研究发现，和地球比起来，泽塔星球要稍微小一点。地球直径为12743公里，泽塔星球为11616公里。泽塔星球自转43小时，公转865天。泽塔星球的大气层和地球很相似，同样包含有碳、氢、氧、氮元素。在泽塔星球上，人类是可以正常呼吸，但这里的大气层很稀薄。那么，泽塔人怎么会居住在这么不利生命繁衍的星球呢？原来泽塔星人的文明已经发展1万年，他们本身并不是泽塔星球的原住民。大约在5000年前，他们的母星被极端的地壳运动导致的火山喷发而毁灭，所以他们不得不迁徙到泽塔星球上生活。为了抵抗强烈的太阳辐射，泽塔星人的皮肤非常的坚硬，而且富于弹性。他们的大脑容量也比人类来得大，一般人类的脑容量约在1135毫升左右，而他们的则是1800毫升 ，IQ 更是高达了200。泽塔星球这里的社会结构非常完美，人人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，没有货币，没有犯罪，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按需分配的状态，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，甚至是生育、繁殖和建筑物都需要提前规划。最神奇的一次是，太空人被带到了一个很大的建筑物中。泽塔人带他们来到了实验室，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了。在这里有着成千上万个容器，每个容器里都装了一个外星生物的尸体，而且很多从外形以及肤色上看都不一样。泽塔人说，他们在做一个无性繁殖的实验，只要能成功，泽塔人的繁衍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速度。可是60年代的地球人连基因都还不知道，根本无法理解。泽塔行动原本预计10年，但实际延长了3年。从地球上带来的40吨补给品最终被吃完了，于是他们不得不食用泽塔人的食物。据太空人的描述说，他们的食物基本没有味道，品相单一，口感类似纸片。在13年后的1978年，太空人才终于回到了地球。他们在外星生活科研的任务期间内，有2人去世了，另外2人自愿继续留在泽塔星球，最后只有8个人回到了地球，并且这8名成员在抵达地球后便被美国空军隔离了起来。随后几年，这8人因为在泽塔星球受到2个太阳的强大辐射和其他未被公布的原因，陆续离奇的死亡。泽塔行动是美国政府的最高级机密，该行动的另一个隐蔽代号为水晶骑士行动，后来改名为赛博计划。而最令人好奇的是，选择继续留在泽塔星球上的2名太空人，他们后来又都经历了什么呢？对于爆料的这起外星人交流事件，外星人是真的存在，还是爆料人的猜想呢？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